翌日清早，林浩倒是一早就来了宾馆接阿旺。先说好，赶海很累的。没事，我在老家赶山也不轻松的。对了，阿浩，我是最后一学期，没啥课了，我的毕业论文也通过了，本来是要实习的，但我肯定是回老家发展，所以大概4月份就会去。要不到时你和我一起去我家玩？看情况吧，如果不忙我就去。两人说着车子停在了大哥家，阿和也在。拿上东西，我们去赶海。哥，是带锹还是带铲子？都带着。三人并没有去沙滩，那地方没啥好捡的东西，直接到了泥滩土。阿浩，咱挖螃蟹吗？阿旺一脸兴奋地问道。螃蟹、血鳗、跳跳鱼、小八爪都有，看见啥挖啥。今天他的运气值很一般，只有17点，不过无所谓，主要是想让阿旺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。阿浩，你在找什么？找洞。这边上全是洞啊。那些都是小招潮蟹，还有尼罗的洞，没用的。你要找那种和小拇指一样粗圆圆的，或者更大一些的洞。林浩一边说一边开始动锹，先贴着泥刮掉一层，这样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血鳗洞。找到一个。他说完便开始疯狂地挥动铁锹，但挖了2-3分钟之后，血鳗的影子没见着不说，连洞也挖丢了。哥，这样挖对技术的要求太高，咱仨还是一片片的翻吧，有啥捡啥。行，翻地吧。三人一字排开，打算用最笨的方法翻地。还别说，看似很笨，但上货的速度可一点都不慢。卧槽，阿浩，我挖出来一条蛇。阿旺说着连退好几步，因为泥太陷脚，还不小心一屁股跌坐泥滩上。阿旺哥，这就是血鳗来着，好东西。说罢，快速出手将血鳗抓住，塞进了网兜里。咦，真有8爪鱼。林浩和阿和有点偷懒，泥滩土赶海对体力真是极大的考验。说到底，只有阿旺一个人在那发愤图强。接近5时，阿旺喘着粗气摆手道：“阿浩，不行了。”很好，终于把这头牛的兴奋劲给熬过去了。再一看收获，还真的不少。血鳗有个3-4斤，小八爪5-6斤的样子，跳跳鱼也有个2-3斤。下午还来不？不了，下午要不休息吧。阿浩，明天出海吗？严格来说是后天夜里3点多。阿旺，出海很辛苦的，要不你就在镇上待着，没事去找东哥玩。不用，我来就是想出海呢。三人提着东西往家赶。清早林浩去镇上陪阿旺吃的早餐，饭后将阿旺丢在收购站，他则来到了乾坤家里。中午别走，在家里吃饭。乾坤开始打电话给他老婆多买点菜回来。阿浩嘴刁，看有没有本地羊，称2斤羊肉回来红烧了，还有排骨买一点。林浩这下想拒绝也不行了，坐到茶几对面，接过乾坤的茶品了一口。钱总，你这又有新茶？有进步，喝出是好玩意了是吧？给你留了几斤，下午走的时候带着。扯了几句闲篇，乾坤便问及他这次来有什么事。钱总，你对钓鱼船有想法吗？像老蔡那种40多米的，对，那玩意造价可不低，新船至少要1000来万了吧？渔船的价格悬殊就是这么大，40多米1000多万，但达到70米就要6-7千万。当然，船上本身的配置也有很大的不同。二手的呢？要说这样的钓鱼船生意肯定会越来越好，不过之前我算过2800一张票，其实没多少赚头。已经涨了，上次我们去本就是远洋淡季，所以才会那么低。我问了最新的，大概要4500块一张票，而且我听说价格还会有浮动。深海钓也有淡旺季的，淡季只要赚得钱能养船和水手就行，旺季才是赚钱的时候。我听得不是很明白，咋的？你已经联系好了二手船？没。乾坤无语，没着落你讲的一身劲，搞得跟真的一样。不过我正在联系，如果你有想法，到时咱俩合股怎么样？倒不是他一个人吃不下，主要是他没有精力来运作，和乾坤合作是最好的选择。行吧，要是你真有这打算，到时我合一股。钱总，我主要是没精力运作，万一真成了，还得仰仗你。阿浩，如果价太高，我一下子可拿不出多少。钱总，不管咋样，咱俩对半的股份，到时资金上真有缺口，我帮你垫上怎么样？哈哈，你按你，非要把我绑上是吧？行啊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还有拒绝的理由吗？正式谈完，两人聊天的内容就比较宽泛了。差不多近11点的时候，林浩走到一边接了一个电话，总共也才6055万，我都说了转6000万就行，哪来的7000万？我爸找人鉴定了，说那个龙喜是什么阮朝的国玺，我也不是很懂，反正说价值不低，说太贵重不能白拿你的，就多加了1000万。对了，我爸还让我跟你说，早点来京城一趟。那是我送给玉书的，怎么能收钱？行了，咱俩就别客气了，知道你现在用钱的地方多。又聊了几句，林浩挂断电话，面上苦笑，老于够处啊。账户上突然多了7000万，要不是计划今夜要出海，他都打算现在去下市先把大船给定了。夜里就要出海，饭后他自己去了市里约了林雪。要不你别出海了？不出海，咱以后吃啥呀？
咱做生意啊，你不是开了2个公司吗？还有这个饭店，放心，我会好好经营的。就算你的公司效益不佳，我以后也可以养你的。林浩笑着捏了捏他的小鼻子。阿雪，你说我今天的一切来自哪里？讨海讨的，对吗？我的一切都是从大海里讨的，所以啊，做人不能忘本，我的根就在大海上，我是属于大海的，咱要不忘初心，以后我的发展重心必然还是在海上的。那你以后不是要经常出海？咋的？后悔了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咬你！喂，你属狗的，怎么动不动就咬人啊？两个人聊了一会，吃了晚饭，送林雪回去，自己刚赶了回来。林浩是夜里1点多回到的，开着车来到大哥家里。大哥，带这个干啥？林浩居然看到了粘网，那不是有龙虾吗？我就想着放点网也不费啥事。大哥，我们的是拖网船，可没有收粘网的卷扬机。这么多大男人，一人一把就拉上来了。上次的船停的是村码头，所以没一会大家都到了林平家集合。这是阿旺，我朋友跟着出海玩的。一切搞定，一行人准备出海了。到了码头，老猫开着船出港。阿浩，内湾放网不？不放了，出去2个小时再说吧。林浩陪着老猫在做事，接过老猫递来的香烟点着。林浩见没人，低声对老猫道：毛哥，那批货出手了一部分，我在市里给你订了6套房子，等这趟回去休息时，你跟我去办手续就行。还有大船，我给你留了2个点的股份，以后你也是船老板了，哈哈。6套房子也才150万的样子，再加上大船2个点，也就是100多万，等于说他一下子给了老猫近300万。老猫双眼瞪如灯笼，大张着嘴喃喃无言，直到烟屁股烧到手，他才反应过来。阿浩给的太多了，要不我留2套吧？本想说要1套，但想着家里2个儿子呢。这事你就别跟我纠扯了，听我的就行。毛哥，这事咱永远只能烂在肚子里。至于房子怎么跟嫂子解释，那我不管，哪怕你说是中彩票中的都行。放心吧，那2块金砖我埋了，你嫂子也不知道。哎，阿浩，你让我说什么好？真的没帮上啥忙。阿茂船长，咱就别客气了。我说过，你跟着我，我可以保证，以后小钱肯定不会缺的。这还是小钱呢。老猫笑着摇头。突然他又想起一事。阿浩，我们市里好像要组织一次比赛，你听说了吗？听到一些，你又听谁说的？我老婆娘家有个亲戚是渔业局的，也就前2天去吃饭，他知道我是跑船的，所以提了一嘴。听说这次搞得很大，具体说说。好像是国外和市里一起赞助的，第1名好像有100万的奖金呢。说是分2个赛道，捕鱼和钓鱼，到时会遍邀各地的钓鱼高手，还说那边也会派人参赛。报名有啥讲究不？这我不知道，好像暂时只是个意向。怎么，你想参加？也是，就你这运气，100万到手轻轻松松，哈哈。跟老猫聊了一会，林浩这才走到甲板上。